一个日本女孩，她预言了2011年311日本大海啸。她梦见1997年戴安娜王妃离奇死亡。她画下了1995年神户大地震。她甚至提前25年预言了一场全球范围病毒爆发。而她还梦到了2025年7月一个即将到来的巨大灾难。这个日本女孩到底是先知还是巧合？这是她的梦，也是我们的未来。现在狗丁猫为您带来一个真实梦境记录者的故事。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？在梦里你梦到一些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，你并没太在意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件事真的发生了。此时你突然感到细思极恐，我梦到过它，梦境真的可能预言未来吗？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，有的梦甜美温馨，有的梦却让人从睡梦中惊醒，冷汗直流。我们常常说这只是个梦，醒来就把它忘了。今天我要带你了解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实故事。一个日本女孩从小就频繁做着奇怪甚至恐怖的梦。不同的是，这个女孩她没有忽略这些梦，她拿起笔，把梦中看到的一切，一景一物，一人一生，所有的一切全都画了下来。她像个梦境记录员，细致地绘制每一个梦境的全部场景，就像在记录另一个真实的世界。这些画作最终被整理成一本漫画书，书名叫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。这本书在千禧年前特殊的1999年正式出版，当时他已经44岁，发表的时候默默无闻。他的受众是少数灵异爱好者和漫画圈中古早的二次元爱好者。但在2011年后，这本书在日本亚马逊突然飙升至畅销榜前列，一度断货重印，成为热门话题。不仅普通读者开始讨论这本书，甚至还有灵异研究学者和媒体人引用他的梦境作为研究素材。日本一些电视节目也曾引用他书中的片段进行专题讨论。虽然没有权威科学机构为他背书，但这本书仍然成为大众口耳相传的未来启示录。模拟的预言。在我所看到的未来这本书中，这位女作者用非常冷静却又细致入微的方式，记录了一个她在1996年做过的梦。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日本海边的城市上空，仿佛是以某种俯瞰视角，整个城市在她脚下延展开来。那一刻，天色灰蒙，风异常沉重，空气仿佛冻结，仿佛是暴风雨前的极端安静。突然，地面开始晃动，一波巨浪在远方浮现。不同于普通海浪，那根本不是浪，而是一道海的墙。他在梦中看见高达数十米的黑色浪潮，带着泥沙、瓦砾、建筑残骸从天际扑来，一切被吞噬，房屋像纸片一样被卷走，车子像积木一样撞来撞去，人在水中挣扎、哭喊、尖叫，警报交织成绝望的交响。而他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话：2011年3月，日本东北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，一场大海啸将吞没城市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，无数人将失去家园，这将是一场撕裂国土的悲剧。他没有写地点的具体名字，但画面中他以一幅插画表现出一个女性捂着脸，背后是一座沿海城市，正被巨浪席卷，浪头高过高楼。天空是漆黑的，海水浑浊不堪，天空中只有一行黑字写着2011年3月。这段梦境在书中并不居于显眼的位置，却在多年之后被人从旧书页中翻出。那一年正是2011年，而那一天正是3月11日。在震惊世界的灾难之后，人们忽然想起这本1999年出版、几乎被遗忘的小众漫画，像解谜一样追查那张画、那句预言。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疯狂转发他的漫画图页，论坛上铺天盖地地讨论他是否拥有预知能力或是通灵者。一时间，这本名不见经传的漫画书冲上日本亚马逊排行榜，成为热搜话题。书中那一幅海啸吞城的画面被无数媒体引用，甚至被电视节目制作成特辑反复播出。2011年3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时间14点46分，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骤然降临。一场里氏9.0级巨震
从东北海域掀起了一场席卷沿岸的高达40米的海啸，无数巨浪像铁墙般摧毁沿海城镇，吞噬房屋、道路与生命。这不仅是一次地震，而是一场集地动、海啸和事故于一体的灾难。灾难导致超过15899人死亡，2529人失踪，受伤者数以万计。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核泄漏事故，沿海地区城镇几乎全部摧毁，15万居民流离失所，核电站所涉及到区域变成无人区。这次核事故成为自切尔诺贝利以来最严重的核灾难。当时，日本首相菅直人对这场灾难的定义是国难，梦境与12年后的现实完全重合。那场震惊世界的大灾难造成了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高度吻合，不仅灾难内容一致，连时间也吻合，精确到年份和月份。这不是巧合吗？还是某种超出常理的预知？这个女孩是谁？她还有哪些梦境？她后来预言了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她还在梦中提到了2025年一个还没到来的时间点。而那场梦正在引发全日本的焦虑与关注，已经重创今年的日本旅游业。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深入了解他的故事，揭开这位神秘梦境记录者的面纱。梦的起点，他的名字是龙树亮，他1954年12月2日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。他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在学校里是个安静的孩子。他在童年9岁时，由于频繁转学导致难以适应校园生活，而时常逃学。他经常在思索我是谁，为何诞生于地球，未来会是怎么样这样奇怪而又有趣的瞬间。一位形象酷似传统认知中神的老人，留着长长的绵微白胡须，身披白布，竟赫然出现在他眼前。此外，他也自述有过多次目睹累世幽灵存在的经验。这些经历共同勾勒出一个轮廓：龙树亮，一个自幼便拥有远超普通人的高度灵性感官与感受性的人。龙树亮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做高度真实的梦，这些梦常常围绕着灾难、死亡、未知的景象展开。他发现这些梦太过具体，于是他开始记录。他记录的方式也很独特，不是文字，而是漫画的形式。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笔把自己做的梦画出来。这种梦境记录持续了几十年，形成了厚厚的手稿。在龙树亮40多岁时，整理这些梦的画作，出版成书，书名叫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。这本书就是他几十年梦境的合集。这本书他最初是以笔名所绘的短篇，1994年至1998年期间于朝日新闻旗下漫画杂志《真正可怕的故事》和恐怖体验连载。1999年7月由朝日新闻社集结成册发行。因此后来有人说，其中关于1995年的预言是他在1999年看到现实世界后补上的。这种说法按照发行时间来看是站不住脚的。还有一点引发话题的是，他本人几乎没有接受任何采访，也极少露面，网络上流传的照片也极为有限。这种神隐的状态更让他的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。那些被验证的梦，刚刚前面提到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，书中明确提到2011年3月大灾难发生，并配有巨浪吞没日本城市的画面。现实中，2011年3月11日，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.0级大地震及引发的海啸，震惊全球。这是他众多预言里成真的一个，可是龙树亮的预言远不止于此。名人之死，除了自然灾害，龙树亮的梦境里还出现过一些令人震惊的文化和社会事件。他其中的一个精准的预知梦发生在1976年11月。梦里面他在看电视新闻，电视新闻里正在报道一个明星的离世。他的梦的画面中呈现的这位巨星形象鲜明，他站在光芒四射的舞台中央，突然这位明星被黑暗笼罩一般，这样的场景象征着意外和悲剧。这个梦境里是哪位明星呢？这位就是世界知名英国传奇摇滚乐团皇后乐团的主唱 Freddie Mercury。Freddie 在1980年代末期被确诊艾滋病，他一度隐瞒病情到生命最后阶段，他才公开承认自己患病。他在病痛中依然坚持音乐和舞台表演。Freddie Mercury 和皇后乐团也成为了世界流行音乐的里程碑。
这段历史梦境被龙数量清楚的预言，他在书中描绘出西方超级巨星突然消失的画面和我们最爱的 Freddy 死掉了这样的语句。这样的精准预言让歌迷和漫画迷中很多人都隐隐觉得 Freddy 的去世是不是神的旨意。待安娜王妃香消玉殒。我所看到的《未来》一书里记录了龙树亮在90年代初梦境里的一幅作品。作品描绘了这样的场景：龙树亮梦见一位受人爱戴的西方女性，她穿着优雅，坐在车里，车在隧道中行驶。突然，闪光灯一阵阵亮起，然后黑暗、碰撞、寂静。龙树亮把这个梦也画了出来。画面中那名女子的脸始终模糊，但身边的环境和事件却和现实几乎一模一样。1997年8月31日，巴黎。空气闷热，天空阴沉，一场意外正在悄悄逼近。一辆黑色奔驰 S280 高级轿车高速行驶在巴黎市中心的阿尔马桥隧道里，车速飞快，前方灯光模糊，车后是一群穷追不舍的狗仔队。他们追着这位车内的女人，就像往常一样，只是这一次，车内的女人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。在追逐中，车子猛然失控，撞上隧道的水泥柱，车头严重变形，玻璃碎了一地，女人再也没从车里走出来。在混乱中，人群、警察与闪光灯交织成一幅悲伤的画面。法新社在事发后几小时报道了这台奔驰里遇难乘客的名字——戴安娜王妃。那个曾是英国王室中最受欢迎的女性，2个孩子的母亲，举世瞩目的大英帝国的王妃，就这样在异国他乡，在一个普通的隧道里，结束了她年仅36岁的生命。这起车祸震惊全球，无数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人们在白金汉宫外献花、点蜡烛、流泪，那是一场几乎全民哀悼的时刻。龙树亮的这次精准预言，让他的作品更加广泛地被人们所关注。1995年神户大地震。看过《白夜行》的观众朋友应该对这个场景不陌生。小说女主角雪穗经历了一场地震，地震造成的混乱和破坏为雪穗提供了逃避过去和隐藏秘密的机会。她利用灾后的混乱更换了身份，开始了新的生活轨迹。这场地震就是1995年发生的神户大地震。你知道吗？龙树亮也把这一次超级强烈的地震灾难画进了他的漫画里。他画的画面很震撼，大楼倒塌，地面开裂，火光冲天，就像噩梦一样。而且他说，这场灾难会在1995年前后发生，地点就在日本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。现实是这样的：1995年1月17日凌晨5点46分，神户真的发生了7.3级的大地震。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神户大地震，也叫阪神淡路大震灾。这场地震损毁了神户市和周边好多地方，桥梁坍塌，高速公路变成了一堆碎石，原本繁华的城市化为了一滩废墟。地面还出现了液化现象，沥青与泥土像流沙一样沉降，很多楼房都消失了。这次地震造成了超过6400人死亡，成千上万的人受伤，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。经济损失更是惊人，大约900亿美元在这场灾难里消失，这让它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龙树亮的梦不仅准确预言了这场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，他画的画面里那些震后火灾和混乱的场景也一模一样，这让很多人开始重新翻看他的漫画，惊呼他竟然能看到未来。COVID-19 的梦魇。2019年年底，中国武汉市的居民陷入在一片恐慌里，一种不知名的传染病在武汉流传，得了就会死，死者肺部会纤维化这样的信息在非官方渠道传播着。一名叫李文亮的眼科医生在一个聊天群里这样描述发现类似 SARS 的病例，大家注意防护。2020年2月，李文亮因感染新冠去世，但此时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场新冠疫情让全球都陷入恐慌，但是更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，龙树亮在1996年的梦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25年后，一个奇怪的病毒会突然出现，带来混乱和恐慌。它将在春天达到第一个高峰，之后会沉寂，但还会再次回来。
当1999年我所看到的未来这本书出版时，似乎没有人会理解和在意25年后的病毒高峰和重来，代表着全球7700万例感染。至于具体的死亡人数，虽然官方统计显示全球有近700万人死于新冠，但 WHO 估计实际死亡数字是公布数字的3倍。龙数量的这次预言着实又一次震惊了世界。正在继续的梦，他的漫画不只记录了已然发生的灾难，更留下了一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未完成的梦。这些梦像是一封封还未开启的信，静静躺在时间的信箱里，等待着被揭晓。而其中最引发争议与不安的就是他对2025年7月的预言。这也是今年人们一直在关注，离我们最近的有具体时间的梦。他在话中写道，位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突然开裂，接着一道前所未有的巨浪如同巨神之手，从太平洋深处悄然起伏，迅猛而至。他画面中的城市被高耸入云的浪头吞没，那高度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所引发海啸的3倍。街道漂浮着车辆和房屋的残骸，空气中弥漫着电线短路与燃烧的气味，天空是暗灰色的，人们奔跑呼喊，但巨浪来得太快太突然，没有人能逃离。他写下的文字不长，但每一笔每一画都令人动容。这场灾难影响的不止日本，而是整个太平洋周边国家。这幅画被不少人称为最令人心悸的梦境。它不像是幻想，更像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警告，预示着某种即将揭晓的命运节点。在网络上，这个梦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人们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焦虑与不安，甚至有人在2025年进入前就开始备水囤粮，规划避难路线。日本2025年暑期的旅游也受到严重影响，也有科学家开始回顾历史海啸带来的地壳变动，试图寻找佐证或安慰。有人质疑，有人相信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龙数量所画下的未来海啸画面，像极了2011年灾难发生前他曾绘下的那幅被忽略的巨浪。这一次，我们作为人类，还会选择忽视吗？或者，这是否就是我们与命运之间最后的注释？龙数量的梦境并不只是灾难这么简单，他还画出一些更为奇特的画面。有一幕是天空中出现奇异光芒，仿佛不属于地球的存在。有人解读这是外星生命的象征。他用漫画描绘了一种非人类生命体突然出现的场景，时间预示在2040年左右。这引发了很多人的遐想，这会不会是人类和外星生命接触的开始，或者是科技、人工智能带来的某种变革？此外，他还预言了地球磁场可能发生剧烈变化，带来气候的巨大反转，温暖地区变得寒冷，寒冷地区变得炎热。他的画面里极端天气频发，海平面不断上涨，地球生态面临巨大挑战。他还描绘过一种黑暗中举灯的人群，象征着新一代年轻人将会崛起，引领社会变革，点亮未来的希望。这种梦境让人感到，虽然前方充满挑战，但依然有光明存在。然而，他也用梦境警告我们，很多人如今就像空壳，失去了内心的光芒，机械的生活，追逐别人的梦想。他希望我们不要迷失自己，要用心去生活，去感受。这些未发生的梦境，就像一幅幅悬挂在未来天空的画卷，等待着我们去解读和面对。他留下的梦是警示，是启示，也是一种力量的召唤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但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梦里汲取力量，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。梦是未来的暗示。看完这个故事，你是否也开始重新审视梦境的意义？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这位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曾说，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王道。在他看来，梦不仅仅是白天经历的残响，更是我们深藏在潜意识里的愿望、恐惧、创伤，甚至未来的影子。而哲学家荣格也曾指出，梦是灵魂试图与我们对话的方式。他用象征的语言，用似真似幻的图像，跨越理性与时间，留下我们尚未理解的线索。
从1999年到今天，我所看到的未来这本漫画，就像一封封尘封的预言书，被时间慢慢拆开、验证、震撼。其中的一些梦境已经与现实重合的让人不寒而栗，而另一些则依然漂浮在未来的云层之上，等待世界走入它的剧本。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用科学完全解释梦，但在龙数量几十年如一日的记录梦境的过程中，我们看见了一种相信的力量。相信直觉，相信感受，相信那些你一醒来就忍不住记下来的画面。梦是我们与世界最原始的连接，它不是逃避，而是追问；不是幻想，而是某种更深的真实。它可能是混乱的、支离破碎的，但正因如此，它才像极了命运的碎片。我们不能控制未来，却可以倾听内心最微弱的声音。我们无法穿越时间，却能从梦中预感它的到来。他说：“记录你的梦吧，说不定哪一天你会从中看到命运的轮廓。”而我想说，梦也许不是一个故事的终点，而是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。所以，今晚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别着急逃进黑暗，留心你梦里的每一个场景、每一个人，也许其中藏着你从未见过的未来。我是狗丁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分享，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，你曾经做过最不可思议的梦是什么？记住，梦也许比现实更真实。